经过这次网暴，我们对日本彻底祛魅了。原本对日本文化、动漫、风景的美好滤镜，碎得连渣儿都不剩。以后再也不会去日本了。那说出这番话的，就是前不久在富士山脚下跳舞的一对中国情侣，两个人舞跳倒是蛮好看的，可是网友不买账啊。往外看呢，是被日本某些人指着鼻子骂没素质；那往回看呢，又被国内自家网友戳着脊梁骨嘲讽崇洋媚外。好端端的一趟跨国浪漫之旅，硬生被夹在中间，最后落了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里外不是人。咱们先来复盘一下这件事的开头啊。故事的主角呢是一对国内的小情侣。这两个人平时是干嘛的？就是纯纯的二次元博主，喜欢看看日本的动画片，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啊，在镜头前模仿人家动画片的片头跳跳舞。说白了就是两个有着61万粉丝的网红。那前阵子呢，这两个人高高兴兴的跑到日本去旅游，他们的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啊，打卡日本网红地标，拍一段漂漂亮亮的二次元舞蹈。选到哪儿呢？山梨县河口湖站前的一家罗森便利店。各位，那个地方啊，现在网上可火了。为啥呢？因为从那个便利店的屋顶往后面看，正好能看到富士山的全貌啊，蓝色的便利店招牌配上背后的富士山，确实吧，挺有动漫里那种小清新的感觉。全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扎堆往那儿跑。但是这两个人心里跟明镜似的啊，他们知道现在日本当地人对游客的意见很大，动不动就抱怨这个游客堵路啊，乱扔垃圾啊。那为了不给中国人丢脸，为了不打扰人家做生意，他们直接搞了一出凌晨潜伏。5月24号凌晨5点钟，扛着设备就去了便利店门口。那为什么选5点呢？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街上连个鬼影都没有啊，整个街道空旷的，在上面翻跟头。他们就是在这静悄悄的街头架起了手机，安安静静的跳一段舞蹈。那动作呢也很轻柔，没有放大音箱，也没有大喊大叫。拍完收工走人，没有留下一片垃圾啊，没有挡住一辆汽车，甚至连便利店里值夜班的店员都没有察觉到门口有人跳舞。这操作，你就是拿放大镜挑毛病，你也挑不出半个字来吧。事后呢，这两个人高高兴兴把这个视频剪出来，发到了国内的社交平台上，配文也是岁月静好，完全就是自己旅行的一个美好回忆。但是啊，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就在这段视频发出去没多久啊，大洋彼岸的日本社交平台 X 上，一个日本账号盯上这两个中国年轻人。我在这儿必须给大伙儿交个底啊！你别以为日本网上的那些谩骂都是普通老百姓的无心之失，这绝对是日本某些人专门针对中国游客的定向狙击。这个账号干了件极其下三滥的事儿，他把原视频下载下来，打开剪辑软件，一顿移花接木的骚操作啊！原视频里周围空空荡荡大马路剪掉，原视频里凌晨5点那种暗戳戳的光线调亮。他专门截取了两个人站在便利店门口跳舞的特写镜头，硬生把这个画面裁剪成一种这两个人把便利店大门给堵得死死的，谁也进不去的视觉错觉。然后呢，最恶毒的一步来了啊！他给这段造假的视频配上了一段极具煽动性的文字，大意就是大家快来看哦，这就是中国人的素质啊！跑到我们神圣的富士山脚下，堵着便利店的大门，跳了一些不知所谓的迷惑舞蹈，严重干扰了我们日本人的正常生活和店铺营业，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作风。嘿呦喂，你们听听这话啊，气不气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造谣了，这叫泼脏水。这个账号就是故意把一个普通的个人旅行行为强行拔高到国家素质的层面上，刻意挑起地域对立。他太清楚日本网民那股子排外的情绪了啊！他这就是在借题发挥，精准的拨动了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果不其然，视频一扔到日本网上，立刻就引爆了，浏览量蹭蹭的往上涨啊！那帮早就对中国游客有意见的日本网民，根本就不管3七21啊，连核实事实的脑子都没有，直接在评论区就开始群魔乱舞，各种污言秽语啊，铺天盖地的砸向这对不知情的中国小情侣。我看这些评论啊，都气笑了。污染富士山风景，大哥，你们自己把那个污水往海里面排的时候，怎么不嫌污染地球风景呢？现在人家两个小年轻在马路上蹦跶2下，就污染你们的火山了，这双标玩真溜啊！很明显，这就是某些日本网民借题发挥，利用这个被恶意篡改的视频，把他们平时对中国的无能狂怒啊，一股脑的发泄在这个普通的中国游客身上。
那如果说日本某些人的抹黑是明枪，那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才是真正让这俩人绝望的案件。随着这个事情啊，在日本是越闹越大了。这个被剪辑过的假视频被人搬运回了国内，好家伙，这阅读量直接突破了600万啊！那国内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一看，哎呀，丢人丢到国外去了，堵着人家的大门跳舞，没素质。于是乎，这国内的评论区也沦陷了，各种冷嘲热讽。千里迢迢去日本送钱，还去人家那儿丢人现眼。平时天天穿的日系啊，这叫崇洋媚外，被骂也都活该。去富士山拍宣传片被日本人骂了，这是偷鸡不成18米。大家想想这两个人的处境啊，早上5点爬起来，小心翼翼的，就是不想打扰任何人啊，满心欢喜的发个朋友圈，结果一觉醒来天塌了。外面被日本网友指着鼻子骂没素质，家里面被同胞戳着脊梁骨骂崇洋媚外。事发当晚深夜啊，这对情侣直接晒证据放原片。哎，你们不是说我们堵门吗？你们不是说我们扰民吗？来，瞪大你们的眼睛看看啊！他们直接把清晨5点的完整无删减视频、现场的全景照片，甚至手机里面带时间水印的拍摄记录全部都甩到了网上。证据一摆出来，画面是清清楚楚啊，空无一人的街道，没开张的店铺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占道啦、扰民的情况，全都是日本那个账号在恶意剪辑、断章取义。这一下真相大白了，国内的网友们恍然大悟，原来咱们是被某些日本人当枪使了，大家纷纷调转枪口，开始声援这俩博主。那经历了这犹如过山车般的魔幻一天，这俩博主在网上发了一段极其通透的话，他们说，经过这次网暴，我们对日本彻底祛魅了，原本对日本文化、动漫、风景的美好滤镜这连渣都不剩，以后再也不会去日本了。啥叫祛魅啊？大白话就是，以前觉得你是个西施，现在凑近一看，原来是个满脸麻子、心眼比针鼻还小的长舌妇。可笑的是啊，哪怕是铁证如山，日本某些人还在那死鸭子嘴硬，他们甚至在网上发起这个什么破投票，问这个中国人能否被原谅，结果大部分日本人还选了不能原谅。哎呦喂，你们可真是把自己当盘菜啊！谁下你们的原谅啊？你们以为自己是玉皇大帝呢？明明是你们造谣抹黑，现在反倒装起受害者来了。这种掩耳盗铃、死不认错的无赖嘴脸，真是把鞠躬献人的虚伪发挥到了极致。那这事儿讲完了，不知道大伙儿心里面是什么滋味啊？咱们客观的讲，旅游呢是个人的权利，你花自己的钱，想去哪儿看风景，谁也管不着。但是现在是个什么大环境啊？国家是3番5次的发布赴日安全提醒，日本政府在国际上频频挑衅咱们的核心利益，中日关系现在的敏感度懂点地缘政治的老铁心里都门清啊。在这种大背景下，你跑去日本去旅游，它早就不是什么单纯的打卡散心了。现在日本整个社会的氛围极其的焦虑和狭隘，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他们心里面极度的不平衡。他们找不到发泄的出口，只能把怨气撒在你们这些普通的中国游客身上。所以你满心欢喜的带着对动漫的热爱去拥抱人家，人家心里面想的却是怎么拿放大镜找你的茬，怎么在网上把你批倒批臭，以此来满足他们的可怜又自卑的虚荣心。你跟他们讲艺术无国界，2次元一家亲，人家只看你护照上的国徽。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像是一面照妖镜，它照出了日本某些人的阴暗，更给所有想去日本寻梦的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千万别把国家的警示当耳旁风，当你踏出国门那一刻，你身上的标签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守住底线，带着脑子出门，别让你的天真沦为旁人挑拨离间的工具。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啦，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